大姐上厕所从来不用纸，必须用纸的话，就要把用完的纸留着，下次继续用。用完的卫生棉也要洗接着用。为了省水，马桶要攒1天，睡觉前才会冲1次。28年来没买过一件衣服，短裤都是30年前趁降价买的，松紧带已经没有弹性了，没关系，用夹子夹上照样穿。袜子都穿到脱丝了，变成了薄薄一层。短袖从小穿到大，上面全是洞。他还说希望再穿个20年。洗发水也是各种免费试用装。洗衣服用洗衣机就太费电了，直接把衣服泡在洗澡水里，洗完澡顺便就把衣服洗了。我觉得这样还是浪费，应该把洗澡水收集起来冲马桶才对嘛。家用电器都是用优惠券兑换的，为了省下每月17元的燃气费，他把家里燃气停了，只要花钱一切免谈。很多人觉得这样省钱完全没必要，你再省也买不起房子啊。人家买了市中心的房子，还还完了贷款，家具全是垃圾箱里捡的，别人丢的瑜伽垫被他捡来当床。然而像他这样节俭的人，却准备请朋友来家里做客，那自然要提前准备了。首先要打扮一下，剪个美美的发型，剪刀还是上学时室友不要的，听说有家店在清仓处理，他决定挥霍一次，看中了一件10块钱的衣服，还想让老板再打个5折，接着掏出了一堆硬币。老板说，我这都打骨折了，要不送给你吧。那太好了，我先把钱收起来。接下来就是给朋友准备晚餐了。只见他来到垃圾桶旁边，好朋友要来家里做客，他却在垃圾桶里找食物招待朋友。他特意来到高档餐厅门口的垃圾桶，说这里丢掉的食物品质好。在路人诧异的目光下，他开始采购了。你看这不就有很多新鲜的葡萄吗？还有西红柿，做个西红柿炒葡萄，不错。今天运气也很好，还找到了一盒烤鸡，看了一下生产日期，才过期6天而已，非常适合给朋友当主食。最后还找到一盒蛋糕，这下齐了，餐后甜点都有了。这时店主想要赶走他没有感到一丝尴尬，他认为只要你把食物丢进垃圾桶，那就是公共财产了，自己就可以正大光明的捡。还说你们真是太浪费了，下次丢垃圾的时候能不能先给我打个电话。社交牛 C 症无疑了。他回家后一般都是拿出食物直接开灶，但这次是招待朋友，他决定包装下摆个盘啥的，于是把捡来的食物全部倒进锅里搅拌一下，一份大锅菜就做好了。还说希望朋友会喜欢他亲手捡来的食物，朋友如期而至。他先给朋友介绍了自己从垃圾桶捡来的家具，自豪地说自己从来没买过家具。朋友都听傻了，露出了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但更让他们傻眼的还在后面。晚餐时间到，大姐拿出了捡来的食物，好朋友来家里做客，他却把从垃圾桶捡来的食物端上了餐桌。朋友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食材，小心翼翼尝了一口，表情复杂，又尝了一口，直摇头。另一个朋友说，有那么夸张吗？一口下去一言难尽，问他食物从哪来的，大姐嘿嘿一笑，笑得朋友惊慌失措。不会吧，这也是捡的。朋友顿时肠胃翻滚，冲进了厕所。大姐贴心的说，马桶没冲过，味儿可能有点大。这样好了，朋友吐得更厉害了。这还没完，大姐还要请朋友吃餐后甜点。朋友发现蛋糕已经被人咬过了一口，很明显也是捡来的，碍于面子还是决定尝一尝。确实不新鲜了。朋友打开冰箱找水喝，发现冰箱铺了一层报纸。大姐解释说，捡来的食物有的包装比较脏，所以才铺上了报纸。朋友一听，那算了吧，我还是憋着回家喝吧。没一会儿，朋友便离开了，以后估计不会再联系了。但我觉得大姐至少还挺坦诚的，其实她变得极度节俭也是有原因的。大姐说自己名牌大学毕业，本以为一辈子衣食无忧，没想到后来竟然失业了，这让她有了危机感，于是学会了省吃俭用的生存之道。据说每个月都能省下4000块，房贷都还完了。现在我终于知道自己为啥没买房子了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婴儿车被包了起来，里面时不时传来怪叫，没有人知道婴儿车里面是什么。大妈整天推着婴儿车流浪，晚上就睡在公共厕所，这样生活了10年。问他为啥不回家，他却说家里有个怪东西会隐身，就算在外面冻死也不敢回去。即使在外面，他依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跟着自己，警惕地看着四周。白天他又毫无目的的流浪，拿出一盒猫罐头开始吃，还往婴儿车里放了一点，这才看清楚，原来婴儿车里面还有一只猫。经过一番沟通，大妈同意带我们去家里，他家门上安装了5把锁，里面还有一道防盗门，进来后要赶紧用一个柜子挡住，屋里窗帘紧闭，没有一丝光亮，并把所有家当都放在了衣橱里，甚至包括电饭煲。节目组安装了摄像机，想要拍到大妈说的那个怪东西，然而一夜过去并没有任何发现，却发现大妈行为举止很反常。只见她半夜好像听到了什么，惊慌的来回走动，还时不时跪在地上，嘴里一直念叨着什么。节目组很疑惑，大妈神秘的指了指天花板，说你难道听不到声音吗？那个怪东西就躲在天花板上呢。但工作人员
人员并没有听到任何奇怪的声音。节目组觉得这一切都是大妈想象出来的，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经过长时间的沟通，她决定去医院。一番交流下来，医生说她患有妄想症和精神分裂，必须尽快吃药治疗。原来啊，之前她妈妈生了一场大病，因为没钱治疗嘛，很快就去世了。没过多长时间，父亲也去世了。她感觉自己没有保护好父母，从那时起内心充满了愧疚，只有在人多的大街上才能避免内心的孤独。只要在房子里，就会产生屋里有别人的幻觉。相对来说呢，下面这个大妈就正常多了。鸡蛋连壳一起吃，一天要吃1斤蛋壳，大妈已经吃了10年。香蕉在裤子上蹭2下啊，直接连皮吃，再来一口带皮的橘子。哈密瓜，带皮吃，甚至连苹果核也要吃，这样吃不会吃出问题吗？而他自己却说这是外壳救了他的命。这又是为啥？他也不解释啊，反而变本加厉，觉得果壳不过瘾了，直接吃起了生板栗，看样子味道也不错啊，2口就能吃下1个。大妈的闺蜜都很担心她，叫她来吃饭改善一下。没想到啊，大妈却把饭菜扔在一边，拿起蟹壳直接开灶。她边吃还边嫌弃，说螃蟹啊还是生的好吃。接着又把朋友吃剩的鱼骨头用菜叶包起来，几口就吃了下去。那她为啥要吃这些呢？真的是奇怪。到目前为止，带皮的水果没有什么是大妈不能吃的啊，即使是榴莲它也是带皮这个没有。大妈说果皮才是好东西，有营养，而且自己很健康。接着她终于告诉大家吃这些的原因。原来啊，当年她得了很严重的胃溃疡，有天痛到无法忍受，莫名其妙吃了带壳的鸡蛋，没想到喂了一下她就不疼了，从此就走上吃壳的道路。节目组也带她去检查了，胃病真的好了，身体啥毛病没有，但医生还是建议大妈少吃，不然很可能会损伤肠道。一定要吃的话，最好中午吃。和大妈一样，下面这个大爷也是狠人，他把洗洁精当沐浴露，白醋当洗面奶，食用油拿来护肤，还说比护肤品好用。13年来都是这样护肤的。护肤3部曲安排上，第一步往毛巾上挤入洗洁精，接着往全身涂抹，脸上也不能少啊，拿水一冲，第一步完成。接着倒出白醋，均匀的涂抹在脸上，拍打拍打，促进吸收。最后一步往皮肤上涂抹食用油，保湿又美白。他说白天要用玉米油，晚上用花生油，这样保湿效果最好。工作人员摸了摸，果然很光滑。这样一套下来的话，就可以上烧烤炉了。不仅如此，大爷刷牙也要用白醋，说可以消菌杀毒，口气都变得清新了呢。至于牙膏嘛，有别的用处。只见他往手上挤入半管薄荷味牙膏，接着就开始洗头了。你别说，泡沫还挺丰富的。大爷说这样洗完清爽自然，工作时也要随身带着白醋，没事就要拿出来涂一涂。看电视也不能闲着，连妻子都不能理解大爷的奇葩操作，直接把妻子熏走了。为了达到更好的保湿效果，他还会用食用油自制面膜。不得不说皮肤看着细腻了很多，医生也没有检查出任何问题。由于大爷年龄大了，如果继续这样操作的话，皮肤可能会恶化。这种护肤方式好不好不知道，反正我感觉挺入味的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每隔半小时就要换一双袜子，包里每天都装着10多双袜子，外加1条毛巾。同事都觉得他有病，而他确实患有非常严重的多汗症。有多严重呢？大家做了个测验，不到3分钟，汗水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冒了出来，甚至直接滴了下来。双手每时每刻都像刚洗完一样。这还不算什么，更让他尴尬的是腋下的汗珠多到能直接流出来。看恐怖片的时候，双手简直成了水龙头，被子一湿一大片。脚上的情况也同样严重，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极大困扰。每天出门包里必须要装10多双袜子，方便随时换一双。因为手滑，零食包装根本撕不开。想玩一会游戏，结果触屏就没反应了。下班回家呢，指纹锁却识别不出来，用过的键盘铺上纸巾，瞬间就浸湿了。鼠标也像刚洗完一样。写工作报告，汗水都会顺着笔尖滴下来。小姐姐表示，这些她都能接受，最让她难过的是别人的嘲笑。从小就被人叫做小师妹，她的梦想是当一名厨师，做日料、手握寿司之类的。因为多汗症，她不得不放弃了梦想。说着说着就哽咽了。小姐姐也去过很多家医院，都没有找到多汗症的确切原因。最后小姐姐也想开了，既然无法改变现状，那就接受它，接纳不完美的自己。最近还做起了直播，大方展示了自己的多汗症。我觉得小姐姐很值得我们学习，保持乐观的心态最重要。她每次坐地铁都要先把鞋油涂在脸上，连续10年每天涂1盒，10年来没洗过脸，厚厚的鞋油像抹了一层沥青，干裂后令她疼痛难忍。即使这样，她依旧每天涂抹。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她却什么都不说，紧张地环顾四周，焦急地等待着什么，又好像在躲避着什么。随后等来一个女人带她来到救济站吃饭。这里的工作人员说，女人是她姐姐，他们这样已经10年了，大家都不知道发生过什么。记者决定上前询问姐姐情况，没想到姐姐看到镜头越来越激动，冲着节目组大喊大叫。随后2人快速离开，又跑到了地铁站，随便找了个躺椅准备睡觉。此时气温只有4度，记者担心他们冻出病，提出要帮他们订房间，却被拒绝了。记者不忍心看他挨冻，脱下自己的外套给了他。白天还没等节目组找他们就急匆匆找到了节目组，把外套还了回来。第一次对记者说了谢谢，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。大家把姐弟俩带到了派出所，经过一番调查，
总算搞清了他们的身份。家里父母健在，还有一个哥哥，大家随即决定带姐弟俩回家。刚上车，一听说要回家，姐姐立马情绪失控，说什么都不要回家，哭着求大家放她走。无奈之下，只能让他们离开。随后记者单独找到了他家，才看清这家的情况。父亲身体不好，母亲痴呆。父亲说这两姐弟从小就不正常，经常无缘无故的一起离家出走，曾经多次阻止也无济于事。为了寻找他们，父亲到处张贴寻人启事，一直没有回音，还以为姐弟俩已经遭遇不测，就连父亲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每次都要离家出走。大家在地铁站找了好几天，总算又找到了姐弟俩。至于为啥不愿意回家，姐姐还是没有说。为了拉近彼此距离，记者决定跟他们同吃同住。每次在救济站，弟弟还会主动帮记者打饭，慢慢对记者敞开了心扉。记者顺势提议给他们找个住的地方，姐弟俩也接受了。弟弟的皮肤状况非常严重，甚至已经引起了溃疡。记者建议他先把鞋油洗掉，他犹豫了好久，看起来有所顾忌。经过长时间的劝说，他终于决定洗掉。随着一点点揉搓，大块的鞋油开始脱落，还差点把下水道堵住。从卫生间出来，像是变了一个人，恢复了皮肤应有的光泽。隔天，大家带姐弟俩去做了心理咨询，这才知道他为什么涂鞋油。之前有人在地铁看到智力缺陷的他，就开始无缘无故的殴打。有人建议他往脸上涂鞋油，这样就可以唬住别人。他也不知道管不管用，为了保护自己不再被打，就把鞋油涂到了脸上。接着姐姐也说出了不愿回家的真正原因，都是因为家里的那个大哥。大哥脾气暴躁，经常对他拳打脚踢，因为害怕所以才跑。姐弟俩彼此依赖，弟弟担心姐姐独自一人在外不安全，所以会跟着姐姐一起离家出走。经过长时间的沟通，姐弟俩终于放下心理包袱，同意回家。一见面，父亲就把姐弟俩搂入怀中，心疼地抚摸着。大哥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表示以后不会再打他们了。姐弟俩也向记者保证不会再离家出走。但就在这期节目播出2年后，有观众反馈说，他们好像又离家出走了，在地铁站又见到了脸黑黑的人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节目组决定回访，现在2023年，姐弟俩到底过得怎么样了？根据之前的地址来到他家，发现姐弟俩都胖了很多，脸上也干干净净的，精神面貌已远超过去。希望他们的生活永远充满希望。小姐姐的指甲长进了肉里，指甲内卷得很严重，周围呢还一直流脓。碰巧呢今天还被别人踩了一脚，差点原地去世。不仅如此，脚上的鸡眼也同样严重，注定今天是个大工程。不过呢看到最后非常解压，整个人都舒服了。这种情况呢先安排个超声波洗脚，洗完后呢分别敷上一点软化膏，等待片刻后指甲就会变软一点。接着呢用镊子把脚毛拔掉。现在呢，开始用刀子一点点的刮掉鸡眼和老茧。处理完鸡眼，就来到了今天的重头戏。先把指甲周围的脓包挤掉，再分别往指甲上滴上药水。小姐姐说自己被甲沟炎折磨了10多年了，自从得了甲沟炎，就没再穿过高跟鞋，泡菜厂里的工作也丢了，因为没办法用脚踩酸菜了嘛。以前呢还尝试过拔掉指甲，实在疼得受不了。修脚师傅向她保证，这次呢一定给她弄好。说着就掏出了打磨机。然后再把指甲内的污垢抠出来，那味道实在太下饭了。做完这些后呢，师傅拿出了剪刀，把嵌入皮肤的指甲通通剪掉。指甲已经和皮肤粘在了一起，看着就很疼。接着呢，师傅开始安装矫正器，把指甲拉平。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指甲呢就会慢慢长成正常的形态。依次把剩下的指甲处理完毕，涂上一些护理液，修脚就完成了。大家切记，脚趾甲两侧不能剪太短，一定要剪成平的，这样呢以后就不会出现甲沟炎了。他靠着文爸爸的臭袜子成功减肥，1年时间内竟然从160斤减到了98斤。他只要肚子饿了就去闻爸爸的臭袜子，还说刚脱下来冒着热气的袜子效果最好。之所以用这种奇葩的减肥方式，完全是因为那件事。直到最后瘦下来，我才知道她有多漂亮。她之前也是个苗条的女孩，22岁那年去海外留学，寄宿在当地的居民家里。这一家人呢都是重量级的，每顿都是大鱼大肉。她刚开始也很懵，因为本身不喜欢吃肉，但架不住主人的热情，就跟着吃了起来。加上听不懂英语，别人问她好不好吃，她只会说 yes。主人以为她很喜欢吃肉，之后呢更是顿顿大鱼大肉。仅仅过了3个月，体重就增加了30斤，渐渐的也习惯了这种饮食方式。吃饭时她最常说的就是再来一碗。
他尤其喜欢吃奶油，无论是烤肉还是零食，他都喜欢蘸上满满的奶油。慢慢的，他发现之前的衣服已经穿不下了，肚子上的游泳圈也越来越明显。但即使这样，他也不觉得自己胖，因为和当地朋友比起来，他属于是非常苗条的，而且当地男生就喜欢胖胖的女孩。于是呢，他想着继续增肥，把朋友当成了自己的目标，比之前吃的更夸张。1年时间内，体重变成了160斤。果然，凭借胖胖的身材，在酒吧还真被帅哥搭讪了。留学结束后，她迫切的想回国，给男朋友展示自己的魔鬼身材。就在她想和男友来个拥抱时，结果男友根本没认出来。男朋友震惊了：“你谁啊？”隔天男友就提出了分手，理由呢也非常直接啊，你太胖了。他终于明白自己这不叫微胖，而就是胖，发誓要减肥。于是呢开始运动，接着控制饮食，坚持了没几天，实在饿得受不了了，就在放弃的边缘，突然传来了一股恶臭，抬头一看就看到了爸爸的袜子。有这么臭吗？拿过来一闻，差点晕过去，瞬间就没了食欲，还不停的想吐。他突然灵光一现，通过闻臭袜子来控制食欲好像还不错。于是只要肚子饿了就去闻爸爸的臭袜子，刚脱下来的袜子效果最好，闻一下能顶一整天。再后来呢，他把臭袜子随身携带，父母吃饭他就闻臭袜子。就这样坚持用闻袜子的方式减肥，1年时间内他从160斤减到了98斤，之前的裤子穿在身上足足大了一大圈。但是大家不要模仿，这只是他个人的减肥方式，不一定正确，也并不适合所有人，搞不好还容易肺部感染脚气。减肥呢量力而行，健健康康最重要。仔细看，他家卧室的墙上居然会不停的出血，即使擦干后还是会有红色液体不停的渗出来，而且只有靠着床的这面墙会出现这种现象。把渗出部位打开后，可以看到红色液体是从墙体内部渗出来的，内部还填充了保温材料。主人说这种情况是2周前开始出现的，那天早上起来就发现墙壁出现一个硬币大小的红色斑点，他怀疑是身上的伤口印上去的，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受伤，这就很奇怪了。他也没太在意，继续上班。下班后他发现红色斑点越来越多，用刀子把墙纸割开后，里面就开始渗出红色液体，这多少有点恐怖了，该不会里面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？随后节目组在渗漏处贴上纸巾，用摄像机全程记录，没一会儿干净的纸巾上就出现了红色液体，会不会有猫咪之类的卡在了里面？但主人说应该不会，墙里面没有任何空间，墙体厚度也就10多公分。为了保暖，他们还填充了保温泡沫。更蹊跷的是，随着红色液体的出现，他父亲的身体变得很差，自己也发生了一些怪事。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，节目组找到了专业的装修师傅，师傅也觉得很奇怪，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，于是他决定上门一探究竟。一番检查下来，师傅决定揭开墙纸，瞬间一大片红色印记出现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师傅看着红色液体陷入沉思，经过漫长的等待后，他终于讲话了。 벽에 코팅을 해주는 본드제 역할을 해주는 습기 차거나 시간이 오래될수록 색깔이 더 빨개져요. 至于墙壁里为什么会出现水分，是因为3个月前外墙被拆除了一层，无法阻挡冷空气，导致墙壁凝结了很多水珠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切都是虚惊一场。但是下面这家人的墙壁就多少有点诡异了。每到半夜12点，整个公寓的墙就会传来一种凄惨的哭声，但是墙壁看起来就是个正经墙壁。主人说，有声音的时候墙壁都会震动，并且整个房间都有回声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半夜12点，全方位立体环绕的哭泣声有多瘆人。主人说，声音是从3个月前开始的，每天晚上都会持续90分钟。随后播放了自己录到的声音。听起来又哭又笑的，看起来这只鬼的情绪不是很稳定啊。节目组还询问了公寓其他住户，发现很多人都有同样的困扰，他们也录到了一样的哭泣声，都表示声音是从墙里传来的，而且有声音的时候，燃气管道都会震动。物业也调查过原因，关闭了所有能产生噪音的设备，但最终声音还是没有停止，很多人因此都无法安心睡觉。节目组带着录音找到了专家，随后专家发现了异常，录制的声波和真人声波差异很大，而且录制的音频有一种很规律的循环，所以专家认为声音应该是人为剪辑过的，并且是在录音机上循环播放的，所以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。现在问题来了，那到底是谁搞的恶作剧？节目组在公寓不同位置都安装了摄像头，想要找到这个人，接下来就是等待声音的出现。但是1夜过去了，完全没有出现哭泣声，一晚不行那就2晚。节目组在其他楼层安装了更多的摄像头，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最终还是没有出现声音。其实我觉得已经没必要再调查了，很明显恶作剧的人就在公寓里，至于是哪个就不好说了。过了好多天，小哥又给节目组打来电话，说这些天都没有再出现声音，自己睡得也很好，而且还找到了女朋友。
好的。同样遭遇灵异事件的还有下面这位大叔，他每次开车来到这个路口，后备箱就会不受控制的自动打开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上车一样。这不，大哥拉着节目组刚来到这里，后面突然就传来声音，后备箱又自动打开了，即便手动关闭，他还是会当着大家的面自动打开，完全不给面子。但是除了这个路口以外，车子都是正常的，后备箱也不会自动打开，而且其他经过这个路口的车也没有发生这种情况，只有大哥的车会这样。即使在白天，只要经过这里，后备箱就会无缘无故的打开。大哥怀疑这个路口之前出过事故，有一些脏东西看上了自己的车，大哥越说越害怕，于是和节目组约定白天再研究。第二天，工作人员直接钻进了后备箱，拿着摄像机想要记录一下后备箱是如何自动打开的，一切准备就位。大哥开着车就来到这个路口，录像显示后备箱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下又自动打开了，摄像小哥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，那现在只能使用排除法了。开车来到路边的汽修店，师傅仔细检查了后备箱的机械锁，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，那会不会是这个车型的设计缺陷呢？节目组又找来了同款车型，开车来到这个路口，一切正常，后备箱没有任何反应。没办法，最后节目组找到了 4S 店，师傅对车辆检查后发现车辆之前安装了后备箱遥控锁，问题可能就出在遥控锁上。师傅说，如果路口附近的设备频率和你遥控钥匙频率一样的话，等你开车经过就会出现后备箱被打开的情况。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附近具有相同频率的设备，随后发现相同频率的信号就是从路口的商店传出来的，而这个设备正是商店的感应门铃。节目组拿着设备想要测试一下，结果却并不能打开后备箱，原来只有相同的频率也不行，还需要频率的密码和车辆遥控器密码一样才可以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路口肯定存在一个频率和密码都和车辆遥控器一样的设备，所以每次经过这里，后备箱就会自动被打开。至此真相大白，大哥决定更换遥控器密码，以后就可以安心的经过路口了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下面这个男人表示不服，大叔疯狂的用脸撞树，1分钟要撞60次，树枝被撞得来回摇晃，头上都出血了，他却说自己在锻炼身体，随后拿出502涂在流血的额头上，真是个狠人啊。节目组摸了一下，确实硬邦邦的，真的不会痛吗？大叔轻蔑一笑，说我都做了5年了，还劝大家不要模仿，不然很有可能脑袋开花。妻子说从来没见他额头好过，因为他每天都会撞树。说实话，我有点心疼那棵树了。大叔工作时却很安静，完全没有暴躁的样子，那他为啥会选择这种奇葩的锻炼方式？原来大叔曾经也是个拳击手，因为比赛打得不好，根本赚不到什么钱，但是要养一家老小，他不得不退出拳击，最后开了个修鞋店，而且店铺所在区域治安很差，他要让别人都知道自己不好惹，这样就没人可以找自己麻烦了，所以就开始撞树了。节目组决定给大叔一个惊喜，带他来到一家拳击馆，面对久违的沙袋，大叔跃跃欲试，激动地说自己已经30年没来过拳击馆了，说着说着声音都沙哑了，熟练地缠上拳击绷带，和陪练一阵切磋，毕竟久出战场，看得出来力不从心，但是大叔还是很开心，这是自己的梦想啊。大叔受伤会用502，然而下面这个大爷也会用一个奇葩的东西，他全身贴了100张狗皮膏药，手上来1张，额头来1张，耳朵下巴也不能少，除了眼睛都贴上了狗皮膏药，然后就安心的笑了。家里还存了上百箱的膏药，但妻子却说他根本就没病，也没有关节炎，甚至比同龄人还要健康，吃骨头比狗吃的都快，下地干活也没有任何问题。由于身上贴满了膏药，太阳一晒就会变得很烫，所以他不能长时间在地里干活。村里人都不能理解大爷为啥要给自己贴膏药，每天晚上睡觉前，妻子会帮大爷贴膏药，不一会儿就用掉了100张，只有这样大爷才能安心的睡觉。长期贴膏药对他皮肤造成了严重伤害，有些部位出现了溃疡。节目组带他来医院检查，医生说由于膏药的刺激，他得了皮炎，必须马上停止贴膏药。那他为啥10多年来每天坚持贴膏药？原来10年前大爷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大坑里，过了3天3夜自己才慢慢爬了出来。从那以后他开始每天做噩梦，感觉有1万只蚂蚁在身上爬来爬去。偶然贴了一次狗皮膏药后，竟然连续2天都没有做噩梦。从那之后就离不开膏药了。身体没问题的话，那80%就是心理问题了。心理医生给大爷做了专业的心理测验，结果医生却说大爷没有任何心理问题，而且狗皮膏药中确实有一些凝神成分，鉴于他皮肤问题，医生还是建议少用膏药，可以定期来医院做辅导，慢慢改掉坏习惯。我怎么感觉大爷就是单纯的不想下地干活啊？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要挑战2天减肥40斤，还说减肥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。现在体重192斤，腰围104厘米。废话少说，挑战开始。他先穿上6件保暖内衣，外面再套上2件羽绒服。要知道这可是夏天啊，外面气温38度。这还没完，他竟然打开了取暖器，就这样在密闭的房间内跳绳，1分钟要跳200个。没一会儿他就满头大汗了，但他并没有停止，跳了整整3小时。完事后脱掉上衣，轻轻一拧。
他信誓旦旦的表示已经减掉10斤了，开什么玩笑，来直接上秤。我去，184斤，3个小时内竟然减掉了8斤。他没有休息，连口水都没喝，接着来到健身房，穿着羽绒服跑步，周围人都看呆了，这该不会是个傻子吧？就这样，运动加节食24小时后再次上秤，现在体重减到了177斤，24小时内一共减掉了15斤。照现在的速度来看，2天减40斤，感觉真的能实现啊！挑战还在继续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就穿上羽绒服开始跑步了，还都是跑的上山路。回家后，妈妈喊他吃饭，他却在冰箱拿了2块冰块含在嘴里，继续疯狂跳绳。现在已经过去了32小时，就要进入最后的冲刺了。结果节目组却在街边的便利店找到了他，他竟然偷偷的吃烤肠，接着还喝了1罐可乐，还说不吃饱哪有力气减肥。不过还好，回家后他继续运动到深夜。第二天一早，挑战时间到，他已经准备好上秤了。结果现在体重是166斤，也就是2天内减掉了26斤。虽然有一点点打脸，但这样也很夸张了。他认为是烤肠和可乐影响了自己，还说自己最高纪录1天减过30斤。那么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减肥？原来他曾经是一名拳击手，拳击比赛是分重量级的，为此他进行过无数次的节食减重，知道如何快速的减重和增重。但是大家不要模仿，毕竟人家是专业的，是个狠人。但是要说狠，大叔为了健康，每天往膝盖钉钉子，5厘米长的钉子被他硬生生敲进了膝盖，接着用拔罐器对着伤口抽血。问他为什么要折磨自己，他却说自己在享受。每当感到疲倦时，就会从身上抽血，抽完立马感到异常轻松。下班了抽1管，睡觉前也要抽1管，就这样做了10年。老婆看到他在后背钉钉子，直接吓到腿软，怕他钉死了，说他有次放血过多，都站不起来了，为此还在家休养了3个月。然而他却并不在意。现在反而变本加厉，觉得在腿上放血不过瘾，直接开始往头上钉钉子，这导致他大量脱发。他却感觉自己年轻了20岁，更坚信放血疗法对自己有用。然而医生听说后都懵了，说他的想法和方式都是错的。不仅如此，如果钉子损伤了神经，有可能导致瘫痪，而且检查发现他血液里的各项指标都很正常，他根本就没病。下面就没啥好说的了，进行心理治疗吧。沟通下来才知道，大叔曾经患有严重的抑郁症，吃过很多的药。再后来他觉得自己体内药物残留严重超标，认为自己的血不干净，才想着用拔罐器抽血来放毒。不过还好，大叔最后意识到自己的危险行为，回家就把拔罐器砸了。之后的日子里，他用运动代替了放血疗法，生活步入正轨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大叔每次开车必须要带上1包白色粉末，等红绿灯就赶紧拿出来舔2口，说这东西能救命。吃饭时大叔只是喝了1碗汤，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，因为他往汤里加了满满1勺的白色粉末，米饭上也加了2勺，吃得津津有味。酒足饭饱喝点水，水里竟然也加了1勺。话说这到底是啥味道呢？大叔表示非常美味，同事决定尝一下，一口下去差点被送走，才知道这粉末原来是味精。同事觉得他有病，怎么会有人喜欢喝味精水呢？大叔一脸傲娇，说那是38年前的一个夜晚，自己喝醉后原本想去厨房弄一杯糖水，结果迷迷糊糊中错把味精当成了白糖，没想到却打开了味觉新世界，彻底爱上了这种味道，每天都要吃200克，38年来一共吃掉2774公斤。大叔说自己不仅没事，反而还更有精神了，味精甚至还救了自己的命。此话怎讲？原来他患有一种叫做布尔格氏的罕见疾病，为了控制病情，他不得不截肢了手指。很多得这个病的人过不了多久就会死，而自己20年来却没有事。他认为是味精救了自己，控制了病情恶化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医生给出了不同的说法，检查发现他得了严重胃病，由于味精的大量摄入，还导致了糖尿病。也就是说，味精对他的病情不仅没帮助，反而还加重了，所以他必须停止吃味精，要相信科学。大叔表示，那这样自己的快乐就没有了。不过为了健康，自己会慢慢戒掉味精，那就让我们祝大叔早日康复吧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他们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趴在墙上听，好像在确认着什么，而且这面墙不能挂小孩的照片，一旦挂上就会被墙壁震掉，就好像里面有人在敲。这怪声每隔5分钟就会来一次，家里小孩每天都会被吓哭，尤其到了晚上，声音更夸张，弄得一家人都无法睡觉，甚至到了吃药才能入睡的地步。他们把家里能发出噪音的设备都拆了，可声音依然没有停止。他们甚至想把这墙也拆了，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。整栋楼也只有他家会这样，你就说怪不怪吧。邻居们都来到他家，亲耳听到了这怪声，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，但确定声音就来自这面墙。邻居怀疑墙里可能埋了尸体，因为实在找不到原因，他们不得不往那方面想。不过呢，凡事要讲科学，大家找来了专家，对整栋楼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，连水管也没放过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专家在楼下主管道处发现了异常，一旦过水，水管就会震动。大家决定切断水源，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。结果等了好久声音都没再出现，接着再次打开水管，声音又出现了，
很明显就是这个原因。专家进一步解释说，这怪声就是水压造成的，水压冲击使得管道震动，进而引起墙壁震动，因此产生了声音。随后改了管道，一切恢复了正常。60岁大妈来做 B 超，医生却在她肚子里发现了一朵花，花瓣清晰可见，甚至还有花粉。大妈说每次上厕所都伴有阵阵花香。刚开始呢，医生是不信的，以为是未消化的生菜叶。随着检查的深入，发现问题并不简单，一朵完整的花呈现在眼前，检查过程中还脱落了一片花瓣，可以肯定这就是一朵真正的花，看着就像在肚子里长出来的，而且胃壁上还发现了几个奇怪的白点点，还真有点像花朵的根茎，但胃里怎么可能开花呢？正常来说，即使花朵偶然进入体内，很快就会被消化掉。医生百思不得其解，接着询问大妈最近的饮食习惯。大妈说为了过年回家相亲，最近在努力减肥，只喝了大量的水，没事的时候就去学习插花。然后大家就在花篮里找到了同款花朵，大小一模一样。于是大家想到了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在他修剪花朵时碰巧打了个喷嚏，花朵掉进了水杯里，不小心就被喝了下去。正是因为喝了大量的水，胃液被稀释，不足以腐蚀花朵，花朵就得以完整保存。为了验证这一猜测，医生还做了实验，让实验对象喝了大量水，吞下了几朵花，接着来做检查，果然就看到了一片花瓣。继续深入检查，但始终没有发现完整的花朵，像大妈一样保存完整的实属罕见。医生表示一定是多种因素综合在一起，才导致了这种巧合。省流，韩国奇葩多，大家随便看看就行。大妈一辈子都没出过汗，39度的气温下跳绳1小时，头上一滴汗都没有。节目组在屋顶铺了一层锡纸，温度瞬间达到了45度。大妈躺在上面就开始享受日光浴了。就这样足足烤了2个小时，大妈都被烤成了3分熟，但还是一滴汗没有。她还说一点都不热，甚至感觉有点冷。节目组又带大妈来汗蒸，汗蒸房现在65度，没一会儿，同行的大妈已经大汗淋漓，她却一点反应没有，还说温度能不能再高一点。周围人都看呆了，露出了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1小时后做个对比，大妈的额头还是一滴汗没有。大妈说小时候家里穷啊，一天饿3顿的，根本没关注过出汗这件事。结婚后呢，丈夫又死得早，她成了家里顶梁柱，更没时间关心自己了。现在孩子们都大了，不用自己操心了，她想要体验一下出汗的感觉。节目组带她来医院检查，医生想要确认下大妈是否真的不出汗，在她手上涂了一种遇到水就会变成紫色的液体，又撒上了一些白色粉末，接着放在烤灯下面烤了1个小时后，结果手指纹路上都变成了紫色，说明大妈还是会出汗的，只是量比较少。医生说出汗少其实对身体健康没太大影响，这些大妈也放心了，原来自己和正常人一样也还是会出汗的。然而下面这位小姐姐的情况和大妈完全相反，她10分钟就会出1斤汗，双手就好像刚洗完一样，腋下每时每刻都湿漉漉的，甚至会有汗珠从腋下流出来。节目组做了个测验，不到1分钟，汗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冒了出来，甚至直接滴了下来。看恐怖片的时候，那双手简直成了水龙头，被子都湿透了一大片啊，这就很夸张了。他不得不带着一块毛巾随时擦手，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困扰。想吃零食挨不行，太滑了根本撕不开，想要玩一会儿游戏，结果触屏就没反应了，必须要往身上蹭2下抹去汗水。下班回家呢，指纹锁根本识别不出来，用键盘打字也同样夸张，指印铺在键盘上就印出水印了，鼠标也像刚洗完一样，写工作报告汗水都会顺着笔尖滴在书本上。他脚上的情况同样严重，他每天都要更换25双袜子，别的小姐姐包里都是口红化妆品啥的，他包里却装满了袜子。然而令人惊讶的是，其他身体部位却一点汗也不出，甚至非常干燥。小姐姐也很痛苦，小时候还被朋友嘲笑过，她的梦想是当一名厨师，因为多汗症她不得不放弃了梦想。去医院检查过后也没有找到多汗的确切原因，最后小姐姐也想开了，既然无法改变现状，那就接受它，接纳不完美的自己。她还做起了直播，大方展示了自己的多汗症。我觉得小姐姐很值得我们学习，保持乐观的心态最重要。然而下面这个大叔的情况更奇葩，他只有半边脸会出汗，左脸汗如雨下，右脸却非常干燥，从中间对分开，即使是嘴巴和鼻子也是一分为2，路人都看懵了。小朋友的表情最真实，更神奇的是，当他吃辣的时候就换成了右脸出汗，左脸又变得干干净净，把纸巾铺在脸上，右边瞬间就湿透了，左边却一点事没有，很直观的就可以看出区别，两边脸分工明确，始终就只有一边脸出汗。大叔说这种情况是1年前开始的，他之前受了很严重的伤，下半身都瘫痪了，手术后虽然身体恢复了健康，但出现了现在这种情况，他怀疑是手术留下的后遗症。随后来到医院检查，医生说这其实不算后遗症了，是由于术后的脊椎在恢复，中途可能压迫到了汗腺神经，才出现了半边脸冒汗的现象。不过不用担心，等脊椎恢复正常后，汗腺就可以正常工作了，这种情况就会慢慢消失的。听到这些大叔就放心了，保持乐观的心态，等它自动恢复。但我有个快速恢复的方法，在很热的地方吃辣的，那不就两边都出汗了吗？对吧？嘿嘿，我真是个机智的少年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
它的指甲比你的手还要长，最长的有20厘米，小拇指的指甲最正常，看起来却显得格格不入。他说小拇指是专门抠鼻屎的，他淘米时不用手，2根指甲勾搂勾搂就淘洗干净了。开火时用手背，打鸡蛋也是小菜一碟，吃饭也能熟练的使用筷子，但我感觉筷子有点多余啊。电脑打字用铅笔，剥橘子就要用镊子，戴手套也难不倒他，把手套剪个小洞就行了。金刚狼见了都直呼内行啊！他还要花大量时间保养指甲，一瓶指甲油只够用1次的，完事还要给指甲戴上保护套，以防在睡觉的时候折断。出门上街必须要把指甲护在胸前，回头率那是100%，路人的表情说明了一切。大姐不仅指甲长，头发也很长，头发都能拖到地板上。我觉得她眼眉超丰都不用化妆，即使是周围邻居在晚上遇到大姐也会被吓到。邻居都想不通大姐为啥要留那么长的指甲，原来大姐从小就爱臭美，最喜欢做的就是涂指甲油。有一天晚上做梦，梦中人告诉她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剪指甲，否则就会遭遇不幸。刚开始大姐也没当回事，这不就是个梦吗？但是每当她剪指甲就会心跳加速，剪完指甲就会生病，后来就开始一直留指甲了。为了让自己的指甲显得不那么诡异，大姐来到美甲店，店主刚开始也被吓了一跳。店主在大姐指甲上画上图案，这样就显得可爱多了。大姐说会一直留着指甲，准备以后出演梅超风。和大姐一样，下面这个男人50多年没有剪过指甲。大叔从小就没有指甲，不仅如此，他连脚指甲也没有，掉在地上的小东西根本捡不起来。对他来说，开易拉罐是最痛苦的。更难以置信的是，他竟然拿不住玻璃杯，杯子在他手里反复滑落。节目组怀疑大叔是故意的，大叔却说自己没有指纹，光滑的东西根本拿不住，怎么可能没有指纹？节目组仔细观察，大叔的指尖确实非常光滑。节目组和大叔一起按手印，大叔的手印模糊一片，没有任何纹路。由于缺少指甲的保护，轻轻按压手指就会带来剧烈疼痛。然而大叔的工作却很依赖手指，他是一名汽修工，工作需要一直动手，就连缠个线圈都会疼痛难忍，哪怕一个小小的失误都会给他脆弱的皮肤造成不小的伤害。他的手上布满了伤痕，即使这样，他也工作了30年，因为要养活一家老小。至于他为什么没有指甲，医生说他患有一种罕见的皮肤病，简单来说就是皮肤黏膜很容易起水泡，而且是遗传性的，没有根本治疗的方法。所以女儿出生的时候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女儿的手指。看到女儿有着正常的指甲，大叔激动的哭了，他不想让女儿承受和自己一样的痛苦。大叔平时最喜欢做的就是帮女儿剪指甲，女儿也很懂事，会帮父亲包扎伤口。我觉得大叔可以去做个美甲，就是贴个假的指甲，可能会好一点。和大叔一样，下面这个女孩从小就与众不同。女孩长了满脸的胡子，又粗又硬，从鼻子一直延续到脖子。不仅如此，她的2个妹妹也长了满脸胡子。奇怪的是，她的2个姐姐却是正常的，而且她妈妈脸上也是干干净净的。妈妈说他们刚出生脸上就有胡子，可能是遗传他们的父亲。照片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去世的父亲就是满脸胡子，但只有最小的3个姐妹遗传了父亲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脸上的胡子也越来越旺盛。他们也尝试过刮胡子，但是越刮长得越浓密，全身上下厚重的毛发让他们很痛苦。同学都嘲笑他们是猴子，这给他们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，他们变得抑郁焦虑。姐姐甚至放弃了上学，选择在家里帮忙种地。毛发摧毁了他的梦想。为了让2个还小的妹妹摆脱毛发的束缚，他带妹妹来到医院，医生拿放大镜仔细检查，说就算是遗传，这种情况也是非常罕见的，在学术界还没有和他们一样的案例。医生给他们做了激光脱毛，但很快胡子又长了出来。医生把毛发样品寄到了研究所，现在只能等待分析结果。虽然不确定有没有治疗方法，但只要有希望，等待的过程也是开心的。那最后就祝他们早日恢复正常，继续追逐梦想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这猫有个怪癖，连医生都大为震惊。它1日3餐只吃泡菜，而且必须要够辣，饿了就会对着冰箱一直叫，因为冰箱里就有它梦寐以求的辣白菜。主人受不了了，从冰箱拿出了一片泡菜，小白闻了闻，几口就吃完了。看起来一片泡菜根本不够吃，主人又把泡菜和米饭拌在一起，给它做了个泡菜拌饭。但小白很挑剔，只吃了拌饭中的泡菜，1粒米饭都没吃。主人说小白是流浪猫，刚捡回来的时候它什么都不吃，直到拿出泡菜的一刻，它竟然2眼发光，一直叫个不停，才知道这猫喜欢吃泡菜。我们都知道韩国人喜欢吃泡菜，难道韩国的猫也都喜欢吃泡菜吗？随后节目组做了个实验，分别准备了4种食物。现在第1只猫登场了，只见它来回闻了闻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猫粮。第2只猫闻了闻泡菜，看起来味道不错呀，然后就选择了旁边的鱼罐头。接着1只3个月大的猫咪上场了，它直接就奔向了猫粮。你看，连3个月大的猫咪都知道猫就应该吃猫粮吗？最后到小白出场了，他都没看一眼猫粮以及鱼罐头，对着泡菜就开始干饭。主人觉得泡菜太辣吃多了不好，
于是把泡菜洗完再给小白吃。结果小白闻了一下，连连后退。小白心想，洗过的泡菜能叫泡菜吗？随后竟离家出走了。等发现他的时候，他正在垃圾堆里吃泡菜，吃得满嘴通红。小白为啥对泡菜这么情有独钟呢？该不会有什么毛病吧？主人带他来到宠物医院，医生听完也大为震惊。一番检查下来，小白身体却很健康，只能说他天赋异禀。不过呢，医生还是建议要少吃泡菜。主人也很听话，回家就给小白做了泡菜味的猫粮，把猫粮和泡菜混合在一起。没想到啊，天生傲骨的小白竟然配合吃了起来。那就希望小白尽快戒掉泡菜，做个正经猫咪吧。大爷拿着一颗鸡蛋来到医院，因为这鸡蛋竟然有70多个蛋黄，不仅透明还很有弹性。这怪蛋是大爷在鸡窝发现的，当时就感觉蛋壳比较软，因为这母鸡之前也下过软蛋。大爷也没在意，回家就把蛋煮了。结果煮开后，蛋壳里竟然蹦出了70多颗透明的蛋黄，就像弹珠一样。大爷慌了，活一辈子了都没见过这种事，连忙把鸡蛋拿给村里人看。村民都很震惊，认为这是不祥之物，还让大爷赶快处理掉。那现在咋办呢？大家带着这颗怪蛋找到了有着30年养鸡经验的养殖户，他凭借自己的经验一口断定这不是鸡蛋，说这70多颗透明的东西根本就不是蛋黄，毕竟这就是大爷在鸡窝里发现的，不是鸡蛋那是什么呢？大家思前想后，建议大爷去医院问问。医生看到就笑了起来，说这很明显就是人造的，看起来呢更像是一种玩具，真的只是玩具吗？那这样只好去找玩具专家了。一打开盒子，玩具专家们就开始窃窃私语，接着异口同声地说是奇趣蛋，还说这里面有弹珠，可以捏着玩。奇趣蛋和这个怪蛋不能说是很像，只能说是一模一样。随后大家还买来了这种玩具，剪开就冒出了大量弹珠。原来让全村震惊的怪蛋只是一个玩具而已。大爷略显尴尬地笑了起来。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，到底是谁把这玩具丢在了鸡笼里？鸡笼在屋顶，平时只有大爷和老伴才可以进入。大爷给亲戚朋友打电话，都说没有去过屋顶，甚至还问了孙子，但小孙子并没有这种玩具。看来真相也许只有这只母鸡知道了。男孩去配眼镜，却被医生要求看课文，他的反应让医生目瞪口呆。机器显示他1秒就可以看2131个字，这是什么概念呢？也就是说1分钟就可以看完一本100页的书。学校里他只是简单的翻书，却引来了同学们的围观，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。翻完书他竟然说看完了，同学们让他把故事讲出来，结果呢他还真就复述下来了。为了验证真假，节目组拿了本新书让他看，不到1分钟又看完了，随机提问和书有关的问题，结果全部回答正确，看起来好像真的有超能力。用专业仪器测算他的阅读速度，结果连专家都服了，阅读速度太快，差点连机器都无法识别。专家还发现他看书时大脑皮层异常活跃，表现出了更高的专注力，也就是说他看书就好像我们玩游戏一样享受。1年看的书能堆满整间卧室，吃饭的时候看，上厕所的时候看，甚至连睡觉也。而这个没法看，那怎么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这种超能力呢？男孩说自己在翻书的过程中，大脑会对每一页拍照，然后存储起来。为了彻底理解消化，看完书他要再复述一遍并且录音，这样来增强记忆。说实话，这种超能力我是不信的，韩国人都这个屌样。